菲律宾军方高层突然发生了变动，马克思的选择，它的代价已经凸显出来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中诚 Talk， 我是卢中诚。菲律宾这段时间在南海可是相当的忙碌啊，先是给美日集团带路，在南海边缘搞超规格的军事演习，接着呢又组织美日菲三国妄图在南海周边搞执法船联合演习，这已经是实打实的要冲着我们的南海主权来的。而在最近呢，马克思引狼入室的代价已经开始凸显了。从路透社的消息看，菲律宾政府高层最近突然出现了变动。此前，菲律宾军方亲美派领头羊代理国防部长卡利托·加尔维斯宣布卸任了，而接任者为老一代亲美派军方代表人物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这个任命在传到国内之后啊，有些人开始说马克思想要洗牌重新侵华了，但恕我直言啊，这种幻想还是不要做了。这个任命其实很有问题。在菲律宾向美国开放4个新军事基地之后啊，菲律宾就没有回头路能走了。在菲律宾新开放4个基地之后啊，菲律宾一直反对介入中美冲突的省长直接在家中被乱枪打死。这个人呢，还是马克思上位的重要功臣之一。枪手穿着军装，明目张胆闯入这个省长家里，斩草除根，一家人全都被杀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却什么话都没敢说，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想死他只能闭嘴。其实很简单，相对于上一任的杜特尔特来说啊，马克思在地方没有任何势力，在军队也没有任何根基，他就凭着一点家族的背景，根本压不住新上来的军方领头羊。而这次卸任的国防部长什么段位，退役的菲律宾陆军上将呢？他是菲律宾军方最高的指挥官。马克思如果能把这种人说赶走就赶走，也就不用向美军开放新的军事基地了。早在美国提出要求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拒绝了。所以说穿了，那都是亲美派菲律宾军方内部的自己安排，根本就不是马克思能管得动的。换上来的又是谁呢？2007年的前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菲律宾历史上最年轻的防长，是个典型的鹰派，60岁刚出头。事实上，马克思压不住军方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杜特尔特在卸任的时候啊，其实给马克思留了一些机会的，那就是当时的菲律宾总参谋长安德烈斯·森蒂诺，这个相对更照顾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总参谋长，稍微能够压着亲美反华的军方势力。结果马克思不信任杜特尔特，觉得这是杜特尔特想要遥控他自己，于是换上来了一个反华的巴托洛梅·巴卡罗。这个巴卡罗一上位就开始在南海和中国搞套路，制造争端。当时美军还没来，马克思有点慌，怕真的把中国惹生气了，所以他把巴卡罗也给换下来了。但是这个时间已经够菲律宾军方布置的了，后面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那就是菲律宾向美军新开放了4个军事基地。至此，马克思引狼入室，他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说句实在话，哪怕真的如很多人期望的那样，新换上来一个亲华的，当前的菲律宾政策也不会出现更大的变动了。因为本质上菲律宾目前的政策啊，就是在中美冲突里下注，赌美国能赢，分他一杯羹而拿下南海。所以不论谁上位，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啊，菲律宾都会一边持续和我们虚与委蛇，一边又不断配合美国制造事端。哪怕他突然决定改变策略，可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就注定了美国可以第一时间制造新的代理人上台。说难听点啊，在菲律宾决定引狼入室的那一刻，局势就注定脱离了菲律宾的掌控，走向失控，而最后要吞下苦果的也必将是菲律宾他们自己。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